我的衣橱里面白色衣服真的是很多。你有算过吗？你有多少件白色衣服或者白色球鞋？不计其数，我基本上是不会超过2个星期，我就会去剪头发了。做我的生意呢，最好赚的就是剪头发。你到底是旅游部长、贸工部长、经济部长，还是包山包海部长呢？小事做不好，大事干不了。那家里的厕所是你洗的吗？哈迪还是马哈迪2个都不能，一定要选一个。就选马哈迪，因为他。有人说，政治人物就是演员，在政治舞台上有妆、有台词、有立场，但卸下这一切之后，他其实也是有故事、有笑点、有温度的人。不聊政治，我们聊人生、聊生活、聊那些私底下不被看见的一面，从笑声到心声，让政治人物卸妆回人。政策很无聊，政治很难聊。Melody 不聊政事，你好，我是宝仪。那今天我们有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外宾倪可敏上来陪我们一起吹水闲聊，欢迎外宾。强打好歌，强大资讯，让我们先祝 Astro 和 Melody 的听众观众们，大家新年好哦，真的完全很会抓主场哈，外宾。在政治圈上哈，提到倪可敏这个名字，大家想到的第一组4个词叫做口才了得。那大家都讲说，外宾你的风格哈，就是你不只是在台上啦演讲的时候会启动你的4字词的风格来演讲，就连你私底下对话哦，也会用4字词来对谈的。你讲话都是4个字4个字的。基本上呢，就是让人家明白就好，最重要就言之有理啊，问心无愧。真的，有没有人跟你讲过你真的是有这个 bad 灯的？你讲话4个字4个字的。希望不是 bad 灯多过白冰灯。外宾你是有特别营造自己这样的一个风格吗？那基本上没有啦，这个是叫做顺其自然啊。我没有污蔑外宾啊，你们自己都听得出外宾讲话的风格，私底下讲话也是这样。有没有人问你，外宾你可以好好讲话吗？基本上从小我们学华语就有这叫名句精华。所以名句精华很多都是从成语里面出来的，所以呢，从小上华文课就要是强熟背成语，久而久之就顺其自然，习惯成自然。非常好，随时随地都是4字词模式上线的外宾倪可敏，出口成章。马上要来给外宾一场不聊正事的随堂考，外宾用4字词来自我介绍一下。倪可敏就是小弟不才，正在学习，多多指教，光临指导。外宾，你知道你这样会做4字词哦，很适合做一个行业。如果你以后不做相声吗？婚礼主持人，婚礼主持人，百年好合，对，生贵子啊，还有副业不错啊，天偶加成啊，但是不要不受权贵。对，你看又幽默又有文采，哇，口才了得。好，外宾，你的这个口才哦，其实是你觉得啦，是你天生的一个与生俱来的天赋，还是你是靠后天很努力训练的？我觉得呢，基本上是1%天分，99%是后天的努力。这基本上如果说口才方面，我也要特别感谢当年的马大的辩论队。我过去在90年代是马大辩论队的，从小弟后来成长成为队长。当时的马大辩论队有个魔鬼式的训练。什么叫做地狱式训练啊？口才不好，经过怎么样的地狱式训练可以变好？基本上我们在马大的训练，它有一个方程式：第一，强逼你在最短的时间内读最多的书；第二，书读完之后，你还要分析判断，整理出来要点。那么你就从此里面拿到书本里面的精要。练完了之后，就开始1对1的对打。1对2、1对3、1对4，到最后1打10。那是在大学时期才开始训练。对了，所以你小学、中学口才没那么好。小学呢只会演讲，不会辩论。所以我人生中第一场辩论比赛就是全国大专辩论赛。完全是出歌，但是是初生之犊不怕虎。小学、中学都没有辩论过，都是演讲。大学辩论就一鸣惊人。小学、中学是讲故事比赛，那时候是我妈妈在这面前逼着你背那个故事，上台以后就照板煮碗，滚瓜烂熟。但是辩论比赛不一样，辩论场上有很多
不可预见的场面，就好像如果是梁宝仪主持的话，会有很多很刁难的问题来问，你必须要想方设法找出它最好的答案，否则就很难下台。好，谢谢威力给我这么高的帽子戴，头有点重。口才了得、口若悬河的 YB 尼可敏，接下来呢，我们就不让他多说了，因为我们进入的是2选1，快问快答。这个难关来了。买房看地点还是买房看 developer？ 买房看地点，买房场呢就是 location and location。厕所脏乱臭，垃圾满地丢，最重要是垃圾不落地，大马更美丽。所以你的选择是维护公共环境卫生。答非所问。OK， 选错政策还是选错老婆？选错老婆是人生中最大的灾难，选对老婆是人生中最大的幸福。所以你宁愿选错？选错政策，但是要选对老婆。怕老婆生气大爆炸，还是更怕老婆不说话？两个都怕。汉庭炒粿条，安顺猪肠粉，两个都好吃。OK， 笑脸迎人还是笑里藏刀？我觉得真诚最重要，笑脸迎人，而且必须是要真诚的笑脸。哈迪还是马哈迪？两个都不能，一定要选一个。宁愿选一个就选马哈迪，因为他已经是100+。可是马哈迪不让你做部长那无所谓，因为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副议长还是房地部长？房屋地方政府部。白色还是黑色？白色。Teddy Bear 还是 Winnie the Pooh？ 这个是 Winnie the Pooh。2选1选择完毕，现在呢，我们就让 YB 慢慢来解释一下为什么你做这样的选择。买房看地点还是买房看 developer？ 你选买房要看地点呢，location and location。Why？ 买房你如果地点买对了的话呢，基本上你的风险已经去了一半。因为买房地点买得好，它的增值的这个几率就高。顺便打广告一下，只要你去根据房地部的这个网页走上我们的 Terdo System， 你就可以找得到良好的发展商。我们已经把无良的发展商全部放在黑名单里面。基本上只要上房地产 kpkt.gov.my 下面有2个网页，一个叫 Terdo System， 一个叫 Him System， 你就可以从那边拿到一些所需的资讯。是YB 很会借位打广告，不过这个位我本来也是开给你打广告的。这个市场行销关键是能够造福人民。是的，你刚刚讲说买房要看地点嘛，怎么样才为之是好的地点呢？对你来说，我觉得说呢，地点方面主要四通八达，那么呢，整个附近的环境，第一必须要远离灾难，就是说不要买水灾区。第二，确保呢当地的这个基本设施基本上已经完善，能够应有尽有，有学校，有医院，有便利店，有银行，对于你的生活机能基本上已经有。那么第三，这个是属于大家都爱去的一个地方，所以这3点基本上不会错。那如果是年轻人首购族来找你，部长，我想要买房，你有什么建议吗？如果是首购族买房，就要买房地部呢，我们推出了许多的这一个可负担房屋。可负担房屋呢，其中包括说，房地部推出的这一个 Prima Housing 一些好的地点，获得房地部认证就好像我们的新春好品认证一样有认证的好的这个地点，好的产品，对的价格。刚刚厕所脏乱臭，垃圾满地丢厕所跟垃圾 YB 都是在你房地部的管辖范围。如果说陆兆福他打出名堂叫车牌部长，现在 YB 尼可敏也打出了厕所部长或者垃圾部长。2026年已经升级了，从垃圾厕所升格成为民生部长。凡是关系到民生的，我们房屋地方政府部就责无旁贷，任重道远。YB 你上台你的施政纲领报告的时候，你就主打率先发起了 BMW 的厕所革命。房地部管这么多东西，为什么你会一上台就主打厕所嘞？厕所其实是全世界游客对一个国家留下的第一印象。大家去想想，你一下飞机去的第一个地方是哪里？一定是厕所。日本有一个研究，人的一生中，男人留在厕所的时间是12个月，女性留在厕所的时间是14个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厕所的严重性就不言而喻。第二，厕所这一个行业基本上经济价值高达840亿美金。那么第三，更重要的就是厕所的卫生，体现了一个国家人民的修养。
我时常说要做先进国，我们不能有一流的建筑，但是九流的思维。而一流的思维，你从哪里开始反映出来呢？就从如厕开始，把厕所照顾干净好，干净迷人清香 bersih menawan wangi BMW。 这样过去的房地部长从来没有听过有任何的房地部长提过厕所的，为什么你就会想先主打厕所？我只总觉得说，要做大事者先从小事着手，小事做不好，大事干不了。那家里的厕所是你洗的吗？基本上我是亲力亲为，尤其是我自己用的厕所。对的，我觉得这个是个人的卫生方面必须要去照顾好来。果然真的是以身作则，好 thumbs up，笑脸迎人，笑里藏刀。外边我们每次看到你在政治荧幕上的形象，forever 都是笑容非常的灿烂。您是笑容永远在线的吗？永远电量满格吗？有没有 low battery 的时候？我基本上我觉得人生很短，这个社会国家太多的负能量，我们要把正能量暖实力带给人间，而且我们出来就是要告诉人家说，这国家是有希望的。所以呢，我参加希望联盟。可是 YB 人是有喜怒哀乐的，你不可能只有喜的嘛。你天天笑脸迎人，你难道没有是所以我的这个员工啊，团队时常会问说，为什么老板你整天都是充满正能量的？到底你是吃什么补品的？我告诉他说，你们可能吃 vitamin C，可能是这个什么养颜的 collagen， 我的那是 vitamin P 就是 passion。你必须热爱你的工作。可是 YB 你没有情绪的吗？你有没有那种笑不出来的 moment？ 比如说，哇，那个活动真的是办得很烂哎，你在当下觉得好尴尬，就是，可是你还是要随时保持你的笑容啊。我觉得说这是一个专业的素养，而这一个培训出来的。你可能活动办得很烂，这个部门官员真的是不行，那没问题。回到部门有账慢慢算，回到部门再来检讨。但是对于公众方面，公众没有这个责任去消耗你看你的臭脸。我们有这一个专业的素养和训练，这也是最基本的职业道德。那你刚刚讲回笑容啦，如果你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你还是要随时保持你的专业呢式笑容，那不就笑里藏刀咯？基本上不会，我觉得说人能不能感受到你的笑容，那个真诚很重要。你可能是内心里面是很愁苦，但是我觉得说你还是必须要有专业的这个素养。当然没有人永远是一帆风顺的，在这个人生中起起跌跌，我一路来都强调，快乐也是一天，愁苦也是一天，这是你的选择，所以我选择快乐开心每一天。YB 白色跟黑色，你的选择是？我选的是白色。对，YB 白色这件事行动党的领袖啦，白色衬衫我们都知道是你们的标准配备，OK，你们的标配。但是不是出席党务的时候，我看你也是非常喜欢穿白色的衣服你很 casual，白色外套，白色的鞋子，然后你的内衬通常也是白色的。你这么迷恋白色，对白色情有独钟？不是，就好像因为你想当白马王子。不会，其实白色是全世界最容易配的颜色。当你要出门的时候，只要把一件白色的衣服搬上去呢，配什么颜色都没有问题。所以这个是很实际的做法。而我喜欢白代表纯洁，白代表干净。所以呢，我的衣橱里面白色衣服真的是很多。你有算过吗？你有多少件白色衣服或者白色球鞋？不计其数。我的衣橱里面很多的因为白色太容易了。你只要有一件白色的，什么外套颜色都可以配。你看到 YB 很喜欢穿白色嘛？你会不会不敢吃咖喱面或者云吞面？每次穿白衣，你就会觉得你吃到这些会喷到污渍。你讲的这个是一个挑战因为我对马来西亚的美食是没有抵抗力的，都是最爱。咖喱面、云吞面照吃不误。所以吃的时候呢，就有秘诀的，你必须要离开远一点。真的？是的。然后呢，再吃，尤其是家里面，你的这个一定要一个手挡在白衣前面。是真的，这是事实。所以你吃的时候，你一个手拿筷子，一个手是挡在前面，你的白衣就不会碰到。可是你要 slurp 的时候，它不是喷吗？然后手要挡在前面所以碰到它都动到的是你的手了，然后用滴数抹掉就好了。2选1，选择完毕。接下来要让 YB 来回答他们的问题。他们要问的是：主席您好，认识您的朋友都知道，您的太太是马拉松的健将。今天可能听众们都是想知道，当您跟太太跑步的时候，你能够跟得上吗？负
副教育部长不问教育题，他问的是运动题，果然是不聊正事。贯彻始终。是的所以 YB 有跑马拉松的嘛？我跟我太太如果一起去跑步，只用一句成语来形容：望尘莫及。她在前面跑，我是看不到影子的。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我太太明年可能就会成为霹雳州第一个完成6个马拉松大满贯的女性。她从东京跑到纽约，再从纽约跑到柏林，再从柏林跑去美国的 Chicago， 然后明年最后一站在美国的 Boston。所以望尘莫及的你，这一路有相随做啦啦队吗？我是一路来呢，作为他背后最大的支持者。我吃我的美食，他跑他的这个马拉松因为马拉松跑者的饮食习惯和纪律是我们常人很难想象，他们是超有纪律，而且饮食方面控制非常严格。 YB 你相比其他同样也是70后的一些同僚领袖啦，相信应该不少人都说，哇，你看起来比较年轻哦。我是唐永林，是每年28，你呢？小弟是每年35。怎么样有驻颜有术啊 YB？ To me, age is only a number， 所以不管你多少岁，基本上年龄只是一个数字。所以你不要管年龄几岁，心境保持年轻。长生的秘诀，你有4样东西必须处理好。第一，睡眠，睡眠不足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二，压力，压力的管理也很重要，虽然压力是动力。第三，饮食，饮食方面必须要均衡，多摄取蔬果等等。第4，运动，这4样东西必须要做好。我们再来看下一道，他们想问的是，这是一位记者想问你一道问题哦。Hello YB，想问一下，你你平时就是出席活动的时候看起来很精神爽朗，你其实出门之前是不是照很多次镜子？然后有时你经过任何地方啊、部门啊，或者是一些场合的时候，一有镜子，你会不会立刻转过去照着这样子？YB 会问你镜子题，因为你永远就是看起来都是很整齐、干净，你有邋遢的时候的嘛？很少。所以你就是每天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就是很干净，梳到很靓仔。我基本上有一个秘密的，就是我基本上是不会超过2个星期，我就会去剪头发了。做我的生意呢，最好赚的就是剪头发了。所以就是头发要很整齐，一直保持就是那个长度，让你看起来精神爽朗。去剪头发对我来说是一个减压的方式，所以每一次都去剪头，人家说3000烦恼丝，就把它剪掉之后呢，把它修得整整齐齐。太特别了，你这个解压方式。那其实除了你在意你自己的个人形象，据说你也非常在意你的助理团队的形象。你的助理团队跟你出来，大家每个的仪容好像也是很得体的。你有特别要求他们这一件事吗？我觉得说其实整个团队成员站出来，好和与坏，它都是代表着整个团队。尤其是我们的这个部长办公室的团队，你一站出来，你就是代表整个部长办公室。所以我不容许我的这个团队看起来很邋遢，好像没有睡醒，头发忘记梳，这些是不能够被容许的，因为这是给人家一种很业余的形象。unprofessional。据说你在乎团队形象这件事甚至还自掏腰包去给你房地部的官员们上形象课。的确是这样。这形象课是什么课程内容啊？基本上这个形象课程，我们就聘请了专业的形象顾问，然后给呢所有这些官员，我觉得有必要提升的这个官员去上课，教他们餐桌礼仪，什么场合穿什么样的衣服，什么场合说什么样的话，这些形象顾问教导的，我觉得会让很多官员终身受益匪浅。好，我们再来看下一道，他们想问的是 YB 跟你工作这么久，你很常会鼓励我们关关难过关关过，是什么东西让你每一次面对低潮或者人家谩骂的时候让你有重来一次的勇气？因为其实也有很多人在背后讲你，或者光明正大的讲你，是什么让你继续下去，继续关关难过关关过？这是我很好奇的。你的助理对你那种激励讲师满满的正能量感到非常的敬佩。我的座右铭是时时正能量，天天暖视力。我都说了吗？人生很短，你不要去在意别人怎么去批评，关键是你必须问心无愧。那批评跟谩骂，甚至你觉得有一些是无理的谩骂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应对？一开始的时候的确也会感到很难过，
你会个人就觉得说，哇，我这么辛苦做了这么多事情，可是完全没有人去感激你，还要在网上面对无尽的这个谩骂，你总会有失落的时候。但是你转念一想，山不转人要转，人不转路要转，心一转境界全转。如果人家批评骂的时候，你就想，我这件事情是不是做错了，做错就改，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没有做错，是做对的，你就直善而固执，坚持到底。对 YB， 我真的觉得你除了适合当 YB 律师、婚礼主持人，还可以当激励讲师。感谢，但我不会失业啦，我相信。对，他们想问的是，刚刚问的问题都对你很客气哦，接下来我们就不那么客气了哈，看你敢不敢答。好，有问必答。来抽签。抽绿色 ，OK， 绿色，这是回教党的颜色。怎么看人家说你是地方诸侯，只管一方山头？你怎么回应？我基本上是韬光养晦。过去呢，在整个党内呢，对于整个中央我是觉得说没有必要去跟人争，所以呢，把自己的团队管理好，所以我就把很多的全副精神去管理好霹雳州的团队。大家就讲说YB 尼可敏啊，把霹雳火箭照顾得很好，但就只是霹雳火箭哦，不只是霹雳火箭。那么今天我有幸被委托作为全国署理主席，当然我们看的是整个全国，所以我要把党的这一个整个文化核心理念，必须通过一个好的制度，去把它传出来，所以我才倡议要建党校，我也自荐要做校长。香港乐坛有唐校长，我也希望火箭有个倪校长。对，党校还没有建立，我们也不知道倪校长的表现如何。不过我们讲回山头跟诸侯，在政治上啦，你觉得我不是在讲你啊，在政治上你觉得能够做到独霸一方的诸侯，它是真本事还是一种限制？基本上你要看回整个历史，它有它的客观，也有它主观的条件，它也涉及到个人的这一个选择。有时候不做天下霸主，只做一方霸主，他可能也是一个韬光养晦的做法。有些人说能够尽心尽力，但是不要功高震主，那是一个智慧可是我觉得我做得不够好了，所以还是要好好的去学习去成长。答得非常好，格局非常大。我们再来看下一道题，敢不敢答？可以 Berset 的颜色Berset 好 OK Berset 黄色。网络上有人调侃你不只是房地部长，更像包山包海的部长你有听过这个调侃吗？基本上我就没有包山也没有包海，因为山和海都不是我的。有时候看你宣布的一些事情，会让一些网民精神错乱呢。杨紫琼旅游年来马站台，就是去中国免签，令吉表现很好，经济指数很好，独中拨款，这些好像都不是房地部管的，你到底是旅游部长、贸工部长、经济部长，还是包山包海部长呢？给这一点呢，我就跟你说，当年马华工会最令人诟病的一点就是逃离政治。OK， 所以呢什么都不敢谈。所以呢，我们从中吸取了这一个教训。我们打个比方，为什么这个1月3号我们主办这个我点亮你，I like you 不给民党大游行？因为法务地方政府部是2026年旅游年这个理事会里面专门负责这个美化的这一个部门，所以我们才扛起这个责任。确实啦，必须在政治上要称赞你一点的是，每次经过你的嘴巴，说出来的一些宣传或者宣布都可以抢到新闻头条的，可以吗？都可以上到头条，因为你在整个文宣上面，你基本上就会帮记者下标题了，所以头条常常看到你的。我担任过学生记者，所以我很清楚媒体要的是什么的。然后也知道媒体是如何操作。其实你看我每一次对了，每一次给的都是正能量，有一个共同点，你会精心设计都是你自己精心设计的。每一场记者会我都会建议而已建议 OK 记者回去打这个标题，而这个标题肯定都是正能量。关于政治宣传这件事情，在政治上YB 尼可敏确实有它一定的高度不敢，还要过奖。但是在政治上YB 还会不会想要继续再创高峰？我们要来看下一道人生这道题。YB 我们每次进入人生这道题的时候呢，所有的座上嘉宾我一定都会问他这道问题，而且你是本季度不了正事的压轴嘉宾，不敢，所以我更要问
YB 在政治上你还有什么野心？还有什么你想做但是还没有做到的事？比如行动党秘书长。政治上我没有野心，我相信团队的力量。一个人走得快，但是只有一群人才走得远。这是我一路来的领导哲学。最重要的是要去组成一个强大的团队，大家团结，互相扶持，不是互相竞争。所以呢，在整个政治上，我只有没有野心，我有平常心。最重要的是，你在这个岗位的时候，必须尽其所能，做到最好。所谓的什么更上一层楼啊等等，那个交给上帝，委交托给上帝，他一切有他美好的旨意。未来 YB 有没有可能当上行动党秘书长，我们不知道。不过我们知道的是，YB 现在是房地部长，管着每个人的家园。那家对 YB 而言又有着怎么样的意义呢？家是最后的避风港，家是最温暖的臂弯。你无论在外如何，如果有一个家，回到家有一个温暖的地方，你的人生基本上不会差到哪里。你的一些晚辈或者是党同僚有告诉我，他说如果任何的一些党的活动上，或者公务啦，如果他们因为家里有事而告诉你，他们想要请假或者都不能够来，你都会很坚定的告诉他们，你一听到是家有事，你就跟他们说，没事，以家为重。是，你从来不会要你的晚辈在家跟工作之间二选一。因为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家人都照顾不好，你也不用期望他做什么大事。YB 你是 family man 吗？是。你是 workaholic 吗？是。哇，那要怎么兼顾？有时候我觉得说，对于 workaholic 跟 family man 关键在于 quality，不是quantity。跟家人相处的时间必须要是 good quality time， 比如说把握每一分每一秒。给你一个机会想要跟你的家人说一番话的话，你会想要说什么？我觉得我要非常感谢我的另一半，我太太和孩子们一路走来义无反顾对我坚定的支持，无论我做什么选择，他们都是我最强大的靠山和后盾。不曾抱怨。他们有抱怨，他们也有不谅解的时候，肯定的。但是当我做了决定，他们都非常的尊重。我儿子甚至可以说，他说从电台看 Facebook 看我多过见我，这个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感触这一点是我们付出的代价。但是我始终觉得，既然已经选择走这条路，而且一走都走了30年，那么就把它好好的走完它，将来回头看的时候了无遗憾，无怨无悔，因为问心无愧。滔滔不绝，侃侃而谈 Melody 不聊正事。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YB 倪可敏，从家事、国事、人生事都跟我们事事畅谈。谢谢 YB 倪可敏。好，谢谢宝仪，谢谢大家。